我们村有个懒汉，50好几了，村里人说他的命又硬又好。听说他出生那会儿，他娘肚子疼了3天3夜，疼得死去活来，就是生不下来。到了半夜，院里忽然站着只大耗子，跟狼狗似的，就那么直挺挺站着，一动不动。等12点一过，他扑哧一下就生出来了。产婆说那叫一个顺，跟自己划出来似的。3岁那年，懒汉掉河里了，抱着块破木头没沉底，就那么漂了1天1夜，被路过的一个老道捞了上来。6岁那年，家里房子着大火，就他一个人活着，半张脸被烧得没了模样。12岁本命年，懒汉迎来了人生中第一个转折点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他偷了村长家12只鸡，刚准备拎出去卖，就被村长逮着了，吊在他家老槐树上揍，全村人跑过去看热闹。结果村长刚打了没几下，地震了，全村人无一伤亡，就村长被砸死了。砸他的正是那棵老槐树，那树不算粗，偏有根树枝，跟长了眼睛似的，直直穿进村长的喉咙里。大伙脸上哭丧着，心里头却高兴。村长平日里作威作福，敢怒不敢言。村长死后，他大儿子成了新村长，第1天就放话要让懒汉一命抵一命。报仇那天，新村长喝了不少酒，手里端着瓶汽油，站在懒汉家门外嚷嚷：“你给老子滚出来！不出来，房子烧了！”可懒汉哪有房子，就是在原来烧毁的宅基地上搭了个窝棚，四面漏风，烧不烧的也没啥要紧。村里人都跑出来看热闹，劝懒汉出来低头认个错。懒汉不以为然，在窝棚里喊：“有本事你进来！”新村长觉得丢了面子，扯着嗓子吼：“有本事你出来！”俩人就这么在你有本事出来，你有本事进来中耗了20来分钟。最后还是新村长沉不住气，学着燃烧瓶的样子，点着瓶口的布条，猛地一扔。那汽油瓶没扔进窝棚，偏被懒汉院里那棵老槐树弹了回来，啪地掉在自己脚边。轰的一声，瓶子炸了。新村长浑身是火，送到镇上医院，躺了半个月，死了。老村长在镇上的二儿子不干了，弄死了自己爹不说，还弄死了大哥，非要把懒汉抓回去。懒汉被带走的时候，村里人没人求情，都远远地看着。他倒不慌，乖乖上了车，反正他在村里也是有一顿没下顿的，被抓到镇上，说不定还能吃口热乎的。结果被带走还没2钟头，懒汉浑身是血地跑了回来。老村长二儿子开车下坡时，前轮突然爆胎，车子一头扎进沟里，一根树杈子正戳进他喉咙，紧接着车就着火了。村里人救出来后送进镇上医院，他比他大哥能扛，躺了1个月，死了。打那以后，村里人再没人叫他原来的名字，都管他叫树仙，好像他打从娘胎里出来就是命硬。树仙15岁那年，村里来了个云游的老道士，正是3岁的时候救他的那个。老道盯着他看了半天，说他命有定数。3岁掉河里，抱着木头漂1天1夜，那不是木头救你，是河底的老树根拖着你呢。6岁房子烧光，一家子救你活着，那不是你命大，是房梁上的老梁替你挡了火。12岁被吊在槐树上，地震砸死村长，那也不是碰巧，是树在护你。树仙眼睛睁得大大的，像开了悟。老道问他愿不愿意跟他走，树仙很高兴，想都没想就答应了，当天就跟着走了。走的时候，村长也很高兴，本来看着就心烦，让每家出了1个鸡蛋当路费。树仙走后，村后山上的山货就少了，以前上山的人能拾1大箩，现在3天都捡不了半袋。大家以为树仙不会回来了，可2年后，树仙竟然1个人跑了回来，还瘸了1条腿。村里人都问咋回事，他嘻嘻哈哈地说：“老道老了，云游不动了，就带他去了山里。”懒汉在山里待了整2年，每天跟着啃野果和山泉，他受不了想跑。老道说他是树精托生，得认祖归宗，这就是他的命。可山里的规矩大，他又性子野，犯了忌讳，忍不住偷啃了半山崖的灵芝。
那灵芝据说活了1000年，有一条白蛇护着，他刚啃了一口，还没来得及咽下去，就被蛇咬了。老道说他尘缘未了，得回来守着村子，不然这条腿就得烂掉。他说完往窝棚里一钻，照旧每天蹲在家门口的老槐树下晒太阳。不过他回来后，村里人对他反倒热情了不少，大家迷信吃过1000年灵芝的人那不是凡人，谁家有红白事喊他去吃席，他从不推辞，吃饱了就往树根上一躺，呼噜打得比谁家的猪都响。后来那晚村里来了伙盗墓的，夜里拿着洛阳铲在后山转悠。树先起夜，看见山里一个手电筒闪过，瘸着腿飞奔过去。盗墓的乐了，说他们干了这么多年，头一回遇见一个来送死的，挥着铁锹对他说，要是活腻了，可以送到跟墓主人陪葬。树仙倒不害怕，慢悠悠往老松树下一站，说这山不能动，动了要遭报应。盗墓的骂了句找死，今天老子非要动。可刚铲下去第一锹，头顶的松树就咔嚓断了根树杈，不偏不倚砸在领头的膝盖上。领头被抬下山的时候，整条腿都肿成了紫茄子，后来听说治了半年还是落了残疾。打那以后，村里人看他的眼神多了层敬畏，谁家丢了鸡，只要他往偷鸡贼门口一站，不出3天准保那人摔断腿，要么是上茅房栽进粪坑磕了头，要么是赶车时被马踢了腰，总之没一个能舒坦的。倒不是他做了什么，就是那么巧。树仙24岁那年，100年一遇的大旱，河里的水都干得见了底。村里人说是老天爷在罚咱们呢。旁边人接话说是树仙不高兴了，前年他拦着不让砍后山的松树，二主偏不听，砍了树盖猪圈，今年就遭这报应。大家瞅着老槐树的方向嘀咕，这栽8成是冲他来的，他那样的艺术活在村里，天爷能容，咱们是跟着遭殃。话虽这么说，却没人敢去找树仙理论。入伏那天，村后山上忽然起了大火，一个山头连着一个山头地烧，眼看就要烧到村子了，一群人扛着锄头往山上冲，树仙也一瘸一拐地跟在后头，手里还攥着个破草帽。山火救了3天3夜，几个山头烧得黢黑。很幸运，去救火的人都回来了，唯独树仙没回来。村里人都说被烧死了，研究了半天，念在他对村里还是有贡献的。这贡献不仅仅是替村民找到了鸡鸭，关键是震慑了村长不敢胡作非为，就张罗着在老槐树下立了块碑，跟土地庙的朝向一样。树仙的碑上没刻名字，就凿了个歪歪扭扭的树字。立碑那天，那只跟狼狗一般大的耗子又来了，就站在碑前，等到12点1到，嗖的一下就没了影，前后刚好1分钟。打那以后，没人敢靠近那块碑，走路都绕着走，连路过的小孩都被大人死死拽着，生怕冲撞了什么。第2年春天，那烧秃的3座后山竟然绿了，万物生长。天刚蒙蒙亮，老远看见个黑黢黢的影子从山里下来，大家走近了一看，那人竟是树仙。他浑身裹着黑灰，头发焦得像团乱麻，那条瘸腿看着更不利索了。所有人见了都吓得往后缩，以为见了鬼。毕竟一个被大火烧死的人，又在山上熬过了一个冬天，那能是人吗？不过结合树仙前20多年的经历来看，他能活下来也算正常。有胆大的人问他怎么回事，树仙却啥也不说，只是嘿嘿嘿的一个劲傻笑。他眼神直勾勾的，跟以前不一样了，好像丢了魂一样。自那以后，树仙开始沉默了，每天就靠在老槐树下晒太阳，从日出一直晒到日落。树仙30岁那年，开始村村通工程，通水通电通公路，村里但凡能动的都出去打工了，只剩下一群老人和留守儿童。树仙没去，依旧在那棵老槐树下晒太阳。突然有一天，他似乎想明白了，可能就他一个年轻人在村里显得格格不入，又或者是被别人带回来的新奇东西刺激到了，他也学着开始打工，天天往山里钻。
天不亮就扛着断了柄的锄头出门，天黑才拖着一身树叶回来。村里人有好奇的偷偷跟着看，发现他根本不干活，就坐在被以前山火燎过的树桩上发呆。他对着树干嘿嘿傻笑，又呜呜傻哭，又自言自语，像跟什么人说话。有一回，村里二柱进山采蘑菇迷了路，家里人找了3天3夜，最后是树仙把他背回来的。二柱说，迷迷糊糊中就看见树仙站在树林里，周围的树好像都在动，树枝往他这边靠，像在给他指路。但树仙从不提这些，有人问他山里有啥，他就指着自己的瘸腿傻笑。那节被蛇咬过的地方，竟然长了层薄薄的绿苔，下雨时还会冒出黏糊糊的枝叶。树仙36岁那年，村里开始出怪事，不知道是附近的矿场污染了地下水，还是河道的上游开始偷偷排污。先是井里的水变浑，喝了会拉肚子，后是附近的河水开始发臭，不断有死鱼烂虾飘了起来。村长找了懂行的来看，说是自然现象，毕竟自然无情，人各有命。可村里人却说地下有不干净的东西。有人硬着头皮去求树仙，他蹲在井边看了半天，捡起块石头扔进去，井水咕嘟冒了个泡，第2天就清了。这事传了出去，附近的人都开始说树仙是真仙转世，很多人都来求树仙，还有小报记者来采访。一瞬间，他成了土地庙里那位的代言人。毕竟树仙的碑跟土地庙是一个朝向的。后来谁家媳妇偷汉子，欠了赌债，得了癌症，都偷偷往树仙的窝棚里塞吃的。一瞬间，树仙的窝棚比赶庙会时的土地庙还热闹，香火鼎盛。大家不求他做啥，就盼他路过自家门口时多瞅2眼。连最开始怕他的老人都说，这哪是命硬，是山上的树神爷借他的身子在护着咱村啊。但也有人不怕他。二柱从县城娶了新媳妇回来，穿牛仔裤，染黄头发，见天捧着个手机。他听村里人把树仙吹得神乎其神，眼里满是不屑。一天早上，他蹲河边打电话，正撞见树仙一瘸一拐地从窝棚里出来，往老槐树下挪。他半张脸的疤痕在阳光下泛着紫黑，头发里钻出绿芽，活像从坟里爬出来的。呸！新媳妇往水里啐了口，声音不大不小，刚好能让路过的人听见。什么树仙？我看就是个疯子，脸烧成那样还好意思出来晃，不嫌吓人。旁边有人赶紧拉他，让他快别说了，小心树仙也听见。新媳妇甩开手，嗓门更高了，狗屁树仙，还能让树缠死我不成？我看就是你们这群人闲的，拿个傻子当神拜。他正骂得兴起，树仙突然停下脚步，背对着他，没回头也没说话。新媳妇没当回事，骂够了就拎着手机往家走，嘴里还哼着流行歌。3天后的早晨，他依旧在河边打电话。什么狗屁村子，住了个神棍，我看离婚好了，彩礼不退。话没说完，水里突然冒起一串泡。他低头看时，脑袋一晕，掉进河里，脚脖子猛地被什么东西缠住了，越缠越紧。路过的老太太去村里喊人，他整个身子浸在水里，脸憋得青紫。等男人们拿铁锨把水草砍断，拖上岸后，新媳妇脚腕上的勒痕已经嵌进肉里，像戴了个黑色的镣铐。他瘫在地上，指着水面直哆嗦，半晌才挤出一句：水里有脸，烧焦的脸。从那以后，新媳妇再没说过树仙一句坏话，不过最后跑了。他脚腕上的勒痕退了又显，阴雨天就泛着青黑，像块洗不掉的胎记。从此再没人敢对他说重话，见了面都低着头走，像敬神，又像怕被他盯上。树仙40岁那年，冬天雪下的特别大，把山路都封了。有文化的人都说这叫白灾，100年不遇。夜里，窝棚方向传来滋滋的怪叫，有人扒着门缝看，见那只跟狼狗大的耗子蹲在树仙脚边，嘴里叼着个血淋淋的东西，是只冻僵的黄鼠狼。树仙摸着耗子的头，第一次说了句清楚话：
不该吃的别吃。大耗子像是听懂了，叼着黄鼠狼钻进了雪堆。第二天，村民发现村里的鸡窝都被掏了，雪地上只有一串耗子的脚印通向山里。开春后，有人在山火烧过的地方发现了一堆白骨，旁边还有个没烧完的道袍角，是当年带树仙走的那个老道士。树仙蹲在白骨旁，眼神突然活了，喃喃自语，说了不让你吃，你非要吃，撑死了吧，我那时也救不了你啊。村里人这才隐约明白，当年老道带树仙回山，恐怕不只是修行，那半山崖的灵芝或许本就是不该凡人吃的，又或者是犯了不能说的大忌。不过从那天起，树仙身上又发生了新变化，他瘸腿上的那层绿苔竟然掉了，露出的皮肤里竟嵌着几粒黑色的树籽，像长在肉里的痣。夏天时，他焦糊的头发里会冒出小小的绿芽，像刚长出来的树叶一样。冬天最冷的时候，他窝棚里从不生火，却浑身冒着白气，走近了能闻见松针的味道。有回暴雨冲垮了村口的桥，村里人正愁没法过河。第二天一早，河上横着一根碗口粗的树干，两端刚好架在两岸，树皮上还留着树仙的手印。那棵树正是当年挡气油瓶的老槐树，不知啥时候裂开了一半，自己断了，飘到了河里。从那以后，他话越来越少，眼神越来越直。有时站在老槐树下，影子会和树影叠在一起，分不清哪是他的胳膊，哪是树的枝丫。有老人说他不是丢了魂，是把魂给了山里的树。还有人偷偷说，夜里路过老槐树，能听见树洞里有人哼歌，调子跟树仙小时候唱的一模一样。日子就这么不咸不淡地过了7、8年，树仙又迎来了新的转折，就像他第一个本命年一样。原本迷信他的村里的人彻底感到了恐惧。树仙迎来了他第4个本命年。48岁那年，山里的雾气比往年重了许多。清晨起来，老槐树的枝丫上总挂着一层白霜，要到日头爬得老高才肯散去。村里的老人说，这是山里头在犯愁，怕是要有大事发生。果然，没过多久，几辆印着勘探字样的越野车就撵着碎石路进了村。领头的是个挺着啤酒肚的老板，梳着油亮的大背头，手里捏着张地图。他拍着胸脯跟围上来的村民说，这山底下全是宝贝，等开了矿，你们个个都能住瓦房，娶媳妇，再也不用出去打工了。这话像扔在干柴堆里的火星，瞬间把村子点燃了。年轻人围着老板问东问西，算着每月能挣多少工钱。老人摸着地图上的红圈，念叨祖祖辈辈没见过这阵仗。连最抠门的二柱都杀了只鸡，非要拉着老板去家里喝酒。他盘算着，矿场开起来，自家那几亩靠近山口的薄地，说不定能赔不少钱。全村人里只有树仙没动，他也有地，只不过从来不种。村里人不忍心看地荒着，就全部分了替他种，卖了粮食也不给他。他照旧蹲在老槐树下，背靠着皲裂的树干，眼神直勾勾地望着山口的方向，像一尊生了根的石像。有人喊他，树仙，矿场开了，能给你盖新窝棚。他也不答话，只是喉咙里发出呵呵的声响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嗓子眼。开工那天，推土机、挖掘机排着队往山里开，履带碾过枯黄的草坡，压断了不少碗口粗的杂树。老板和村长站在村口的高地上，举着喇叭喊，今天起咱村的好日子就来了。村民们拍着手叫好，有人还放起了鞭炮，红纸屑落在树仙的窝棚顶上，像撒了8碎火星。就在这时，树仙突然站了起来，他的动作很慢，膝盖像是生了锈，每动一下都发出咯吱的响声。他一步一晃地走到推土机前，张开双臂，就那么挡在了路中间。开推土机的司机探出头骂道，让开，老疯子，不要命了。树仙没动，他焦黑的半张脸上，那只没被烧伤的眼睛死死盯着推土机的铲斗，里面还沾着新翻的泥土。
老板闻讯赶来，看见树仙，脸立刻沉了下来，大骂村长哪来的疯子，给我拉开！村长傻了，但他不敢动树仙，怕被树砸死。但老板的手下敢动，2个年轻力壮的工人上前去拽树仙，可手指刚碰到他的胳膊，就哎呦一声缩回了手。他的皮肤硬得像老树皮，还沾着几根带刺的藤蔓，扎得人手心发麻。老板被惹火了，上前推了树仙一把。装神弄鬼的东西！树仙没站稳，往后踉跄了几步，后腰撞在推倒的树干上，疼得他咧了咧嘴，却还是梗着脖子挡在机器前面。老板吼道：先把他那破窝棚拆了，我看他还挡不挡。工人领了令，抄起斧头就往树仙的窝棚走去。那窝棚本就破旧，几根朽木撑着塑料布，一斧头下去就塌了半边。树仙看着自己住了大半辈子的地方塌下来，喉咙里发出呜呜的声音，像受伤的野兽在哭，却始终没挪开脚步。老板以为他怕了，得意地笑了笑，挥手让推土机开工。可那推土机刚往前挪了半米，履带突然咔嚓一声陷进了地里。原本结实的黄土地不知何时变成了稀泥，黑乎乎的，还冒着泡，一股腥臭味飘了过来。老板骂道：怎么回事？司机慌了神，想把履带倒出来，可越动陷得越深，最后整个车身都往一边歪，差点翻过去。司机赶紧跳下来，刚站稳就感觉脚踝一阵刺痛，被掀翻在泥里的树杈扎穿了脚脖子。这一幕让所有人都愣住了。老板也收起了笑容，盯着树仙，眼神里多了几分忌惮，却还是嘴硬：邪门了，给我把这疯子拉开，我就不信治不了他。他亲自带着几个人冲上去，想把树仙拖走，可刚跑几步，脚下突然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，扑通一声摔在地上，下巴磕在石头上，顿时满嘴是血，吐出来2颗门牙。老板捂着嘴，含糊不清地吼道：我就不信这个邪，这矿开定了。他不敢再碰树仙，也不敢再动机器，气冲冲地往村长家走。临走时撂下话：过几天我再来，看我弄不死你。村里人都在议论这事，有人说树仙是真疯了，放着好日子，不过非要挡路；有人说山里的东西不能动，树仙是在护着村子；还有人偷偷往树仙手里塞了个馒头，他接过去，一口一口慢慢啃，眼睛始终没离开过山口。晚上，村长陪着笑夹菜，村长媳妇给老板倒酒。老板少了2颗门牙，每喝一口酒就疼一下，酒里全是血沫。老板问村长：树仙什么来头？村长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。村长媳妇在旁边添油加醋，说得神乎其神。当老板听见以前的老村长和他2个儿子都死在了树仙的手里，生起了邪念，他要弄死树仙，叫来了2个手下耳语了一番。村长听见后吓了一大跳，只能装喝多了，一头栽在炕上。几天后，树仙不见了，窝棚里一堆血，所有人都认为是老板杀了树仙，议论纷纷。树仙消失后，老板带着队伍再次开工，异常顺利。山坡上，老板意气风发地指着村后的3座大山，给村长描绘蓝图。村长听得高兴，好像看见了3座金山。村里人更高兴，毕竟钱才是王道。树仙消失的事没人再提了，好像压根不存在一样。尤其是二柱，巴不得他早点死，虽然救过他的命，但他家站在矿道上，是第一家补偿的。当推土机推到他家的时候，他拍手叫好，甚至高兴地想再娶个新媳妇。可几天后，老板却死了。一早，村长媳妇去敲门，想叫老板起来吃早饭，敲了半天没人应。推门一看，屋里空荡荡的，被子叠得整整齐齐，像是没人住过。老板的行李还在墙角，钱包、手机都在，人却不见了。有人说看见他半夜往村西头去了，大伙赶紧跑到村西头去找。最后，在村里那口老井里，有人发现了一顶黑色的帽子，正是老板戴的那顶。村长看着帽子后怕，突然想起什么来了。有次，
村长见老板戴的帽子好看，问多少钱。老板直接把帽子扣在村长头上，说你要是喜欢就送你，反正才3000块。村长觉得太贵，小心翼翼地将帽子摘下再扣回去。几个胆大的村民找来绳子，系着筐子下井去捞。井不深，也就7、8米，可筐子沉到底，摸了半天也没摸到人。井底的水不知什么时候变得又腥又臭，黑乎乎的，像掺了血，还飘着几根水草，缠在筐子上，甩都甩不掉。就这么捞了3天，别说人了，连件衣服碎片都没捞着。那口井的水却越来越臭，大老远就能闻见，像是埋了什么腐烂的东西。有人想把井填了，可一锄头下去，就从土里冒出更多带腥气的黑水，吓得再也没人敢碰。老板就这么凭空消失了。消息传开，村里人彻底慌了。前几天还盼着开矿的人，现在缩在家里不敢出门。那些拍着胸脯说树仙不敢怎么样的年轻人，全部绕着树仙家走。连最老的老人都坐在门槛上，吧嗒着旱烟，眼神发直。他们突然想起，当年老村长被槐树砸死，新村长被汽油烧死，村长儿子被树杈戳死，哪一次不是因为惹了树仙？可那些人毕竟是村里的恶人，死了有人暗地里叫好。可这次不一样，老板是外来的，是带着好日子来的，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没了。大家蹲在村口，声音发颤。他以前克的都是作威作福的人啊，现在连外来的老板都敢动，他到底想干啥？这哪是护村子啊？另一个人接话，声音压得更低。我看他是想把咱们都困在这山里，谁也别想出去，谁也别想变样。风从山口吹过来，带着山里的寒气，吹得老槐树的叶子沙沙地响，像在叹气，又像在冷笑。村里人这才发现，他们好像从来没真正看懂过这个从小就命硬的人。他到底是山里派来的守护神，还是把村子囚禁起来的看门人？矿老板的事闹大后，县里派了警察来，查了3天3夜，最后只说是意外失足掉井里了。村里人心里明白，是树仙动了手，或者说是这片山替树仙动了手。打那以后，村里静得怕人。路上碰见了，谁都懒得多说一句，脚底下走得飞快，像是身后有啥东西撵着。可这沉寂没撑多久，县里又来人了。这次来的是个戴眼镜的干部，说矿老板是非法采矿，县里早下了文，不让干了，说是污染环境。村长一听，长长松了口气。隔壁那几个开矿的村子，停工时连句解释都没有，他这好歹还见着个干部，赔了几顿酒钱不算亏。最憋屈的是二柱，房子早被推土机推平了，1分钱没拿到，如今连个遮风挡雨的地方都没有。他去找村长理论，村长却笑了，说又不是推了他家的房子，有本事去井里找矿老板闹。二柱骂树仙碍眼，开始往他家扔石头，结果石头反弹砸了自己脚，当晚又开始做噩梦。他又不甘心，第2天跑到县城去告状，告了1年，没告回房子，倒把村长告进去了。村长被抓走那天，二柱站在村口，望着警车扬起的黄尘，嘴角撇了撇，没说话。又过了些日子，村里来了个年轻人，名字很响亮，叫村官。村官来的时候还带了个人回来，那人剃着短发，穿了身干净衣服，看着跟刚从里头出来的似的。村里人凑过去一瞅，都愣住了，是树仙，竟然还活着。村官说，捡到树仙时，他正对着路边的梧桐树嘿嘿傻笑，浑身无字，说不出的古怪，心里一软，问了地址就给带了回来。树仙回来还想住原来那窝棚，可那窝棚糟塌了，哪还能住人？村官想给他翻修一下，结果村里账上没钱，还欠着10几万。没辙，村民凑了点钱，用彩钢板给他搭了个升级版的窝棚，比原先的结实点，好歹四面不漏风了。树仙回了村，还是老样子，白天蹲在老槐树下晒太阳，晚上钻回窝棚睡觉。可这次回来，他像是被钉在了槐树下，除了胸口微微起伏，一整天都不见动弹，
眼皮都懒得抬一下，乍一看跟个假人似的。村里的老人怵他，每天清晨端着碗粥悄悄放在他脚边，放下就走，不敢多瞅。年轻人觉得新鲜，仨一群俩一伙的蹲在远处看，指指点点。你看他那脸疤都跟树皮似的了，他真能一动不动蹲一天。眼皮动了，是活的。只有二柱见了树仙就绕道走，背地里骂骂咧咧。这疯子早不死晚不死，偏这时候回来碍眼，搅了老子多少好事。更奇的是那棵老槐树，前几年看着都快枯死了，枝丫干得跟柴火似的，可树仙回来没2月，树杈上竟冒出了星星点点的绿芽，那芽嫩的能掐出水来，在风里轻轻晃着，像是在替树仙喘气。村官年轻气盛，干劲十足，村里这下真热闹起来。原先坑坑洼洼的土路被压路机碾得平平整整，没多久就浇上了水泥，下雨天再也溅不起泥点子。有人家把老房子拾掇改造成农家乐，头批来的城里游客挎着相机在田埂上转悠，看见路边的野菜就两眼放光，蹲下来挖得欢实。村里人蹲在墙根瞅着，城里人脑壳怕是没长褶子，这破野菜猪都懒得啃。没过多久，村官抱着一卷蓝图，挨家挨户敲门：书生们，咱搞个正经的旅游项目。咱这山好水好，尤其是山火过后重新长起来的林子，还有老槐树，准能吸引城里人。他心里清楚，得彻底摆脱之前开矿的档子破事。他在县里时就听人当笑话讲过这个村的闹剧。至于树仙，村官心里有谱，在他看来，这哪是什么仙，而是虚帮扶的精神障碍者。他跟村文书念叨等忙过这阵，找辆车把他送县里医院瞧瞧。这话传到村民耳朵里，老人赶紧拦着说：树仙动不得，前几次动他的哪个有好下场？村官半信半疑，可眼下忙着搞旅游，这事就先搁下了。铺柏油路那天，压路机轰隆隆开到树仙的彩钢窝棚跟前，震得窝棚顶上的铁皮哗哗响，像是要散架。村里人都远远站着，脖子伸得老长，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树仙。他还蹲在老槐树下，就眼皮轻轻颤了一下，之后再没动静，跟块石头似的。农家乐开得最起劲的是二柱，他家位置本来就好，又重新修了路，贷款盖了几间彩钢房，第一个挂起山里乡农家乐的招牌。村里的年轻人也活络起来，聚在小卖部门口嘀咕，说不定真是个过好日子的机会。城里打工也不是长久之计，受气不说，钱也难挣。可提到树仙，年轻人又犯怵。上回开矿黄了，大伙虽有失落，倒也松了口气。可这次不一样，眼看着真能挣着钱了。二柱喝了2盅，胆子壮了，他要是敢拦，我这回非弄死他不可。旁边有人劝他别瞎说。二柱眼珠子一转，突然咧开嘴，要不把他当吉祥物，就搁老槐树下，让城里人瞅个新鲜，说不定还能多收点钱。大伙你瞅瞅我，我瞅瞅你，谁也没接话。蹲在角落里的老人磕了磕烟锅，矿老板的事才过去多久？忘了。山里的东西动不得。有人瞅着老槐树的方向，小声嘀咕，他这一动不动的，难不成是默许大家这样干了？二柱一愣，反应过来，对，树仙不动就是默许。二柱越想越觉得把树仙当吉祥物是个好主意，颠颠地跑去找村官商量。他连宣传语都想好了，就叫百年树仙守护的秘境山村。村官心里清楚，搞旅游项目得有大笔投入，自己拉不来多少赞助，合作的旅游公司的钱也紧巴巴的。二柱这主意虽透着股子野路子，却不用花啥本钱，倒真能试试。俩人合计了半天，总算有了章程。先规划几条徒步路线，绕开当年山火最凶的那片林子，然后在老槐树四周拉上警戒线，设个打卡点，让游客远远瞅着就行，不许靠近。二柱脑子活，带头拍短视频，
把树仙的故事添油加醋编成段子，吸引流量。家人们快看，这就是咱村的活神仙，当年大火烧了3天3夜都没伤着他。有人打赏，他就咧着嘴乐，转头就把钱揣进自己腰包。游客渐渐多起来，围着警戒线伸长脖子看树仙。有人嫌不过瘾，开始往树底下扔香蕉、扔硬币，跟喂猴一样。还有人举着手机对得老远，闪光灯咔嚓咔嚓响。树仙始终蹲在那儿，眼皮都没抬一下，跟没瞧见似的。可邪门事儿跟着就来了。头天往树下扔东西的人，第2天准备鸟屎砸中脑门，黏糊糊的洗都洗不掉。对着树仙拍视频的，手机动不动就黑屏，再开机，刚拍的东西全没了。村里人见了，说这是树仙在警告呢，别太没规矩。更奇的是那棵老槐树，靠近树仙窝棚的枝丫像是长了脚似的，夜里悄悄往外伸，把游客扔的垃圾全扫到老远的草窠里。第2天早上瞅着，树底下干干净净的，连片废纸都没有。可安稳日子没过上几天，新的麻烦就找上门了。游客多了，停车成了难题。村官围着老槐树转了3圈，说树仙家正好能拓个停车场。在他眼里，树仙家这块地位置绝佳，进出都方便。动工那天，施工队扛着油锯来了，准备把老槐树周边的树都砍了。可刚举起油锯，链条直接断了，打了那人一脸血。还没等大伙反应过来，脚底下的地面突然往下塌，冒出几个拳头大的小坑，咕嘟咕嘟往外冒清水。村里的老人指着小坑说这是树仙不高兴了。周围的村民也跟着附和，七嘴八舌劝施工队停手。村官蹲在地上，瞅着那些清水发愣，嘴上不说，心里却觉得是碰巧了。山里的土松，冒点水不稀奇。可架不住大伙劝，只能暂时停工，心里却盘算着得赶紧把核心区的规划定下来。没过多久，村官带来个投资商，那人一眼就看中了老槐树周边，说要围着老槐树建个树仙主题观景台，直接把树仙围在中间圈养起来。不过他家那彩钢窝棚又碍事，得挪个地方，老槐树枝芽伸得太宽，也得修剪，好让观景台敞亮。不光这样，原来的徒步路线也改了，要打通山火遗迹探险线，一直通到后山的山崖，还得弄个千年灵芝种上，再建个玻璃栈道，让游客站在上面往下瞅。这消息一传开，村里立马炸了锅，分成2派，吵得不可开交。2柱为首的年轻人说树仙爷一动不动，那就是默许了。他们还主动去劝那些老人，等观景台建好了，来的人多了，香火钱能分一半。可老人们不答应，翻出老村长被槐树砸死，矿老板凭空消失的旧事。两边吵了起来，核心观点就是钱和命，差点动起手来。就在这时，施工队拿着打桩机，要在老槐树根旁打桩定位置。刚把机器架好，一直蹲在树下不动的树仙喉咙里突然发出呵呵的声响。另一边，旅游公司派去勘测山火遗迹线的人也出事了。他们刚进山就被一团浓雾裹住，指南针乱转，怎么也辨不清方向。几个人硬着头皮往前走，总觉得有东西挡着路，最后稀里糊涂又被推回了山脚。队员们蹲在地上喘着气，都说邪门了，难得地下有稀有矿。村里的争吵声渐渐小了，大伙都盯着老槐树下的树仙，心里忐忑。这回树仙怕是真要动真格的了。投资商彻底被惹毛了，拍着胸脯喊，说啥都没用，必须动工。第2天一早，2台推土机开到老槐树下，看那样子是要先把树仙那彩钢窝棚推平，再拿油锯修枝。村官急得脸通红，冲上去张开胳膊拦说不能动，这地方动不得。投资商瞪圆了眼，指着村官的鼻子大骂，我是你找来的，你现在拦我，你脑壳是没长褶子吗？迷信也信。2柱在旁边点着脚喊，就是树仙就是个傻子，还能挡得住机器。他话刚落，
周围几个看热闹的年轻人也跟着起哄。这时树仙开始颤抖起来。推土机司机听着老板的命令，把油门踩得更大，铲斗慢慢抬起来，离窝棚顶只剩半尺远。就在这时候，树仙猛地抬起了头，那只没被烧伤的眼睛亮得吓人，直勾勾望向后山崖的方向。紧接着他慢慢站了起来，动作跟老槐树抽芽似的，又慢又沉，骨头缝里像是卡着沙子，咯吱咯吱响。他没说一句话，就那么张开双臂挡在了老槐树前。下一秒，树仙的皮肤像干裂的树皮一样裂开，露出里面木头似的纹理。头上的头发簌簌往下掉，落在地上变成一根根松针。那条瘸腿上的幼苗啪嗒啪嗒掉在土里，眨眼间就冒出了枝条，顺着地面往老槐树根爬。周围的人都看呆了，连推土机的轰鸣声都小了。就见树仙的身子一点点变得透明，最后化作无数绿色的光点，嗡嗡地飞起来，有的钻进老槐树的枝叶里，有的融进脚下的泥土里。原地就剩下一件焦黑的旧褂子，皱巴巴地躺在地上。有个老人瞅了半天，突然大喊：“这是当年山火过后他穿的那件啊！”树仙刚消失，老槐树剧烈摇晃，树枝疯长，把2台推土机缠得结结实实，钢铁壳子被勒得嘎吱响，像是随时会散架。这时候后山传来轰隆一声巨响，山塌了。山崖边的碎石滚滚往下落，落在半山坡，堆成一道丈高的石墙，把要修玻璃栈道的路堵得严严实实。天不知道什么时候阴了，飘起雨丝，打在脸上凉丝丝的。雨水把老槐树的树干洗得油亮，树皮上慢慢显出个模糊的人脸，正是树仙被烧伤的那半张脸。头子伤站在雨里，脸煞白，嘴唇哆嗦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等反应过来，连滚带爬的往自己车跟前跑，当晚就带着手下人跑了。观景台、玻璃栈道的项目就这么黄了。村官站在老槐树下，捡起那件焦黑的旧褂子，指尖传来一阵粗糙的触感，像握住了老树的根。他抬头望着动弹不得的推土机，又望向后山那道凭空出现的石墙，一股寒意混合着敬畏从心底升起。他总算彻底明白了，这山林的意志远非他带来的蓝图和合同所能撼动。发展可以，但得按这山这林的规矩来，想发展也得有个边界。后来村官没再提开发核心区的事，外围的农家乐还开着，简易的徒步路线也留着，但后山崖那片被划成了生态禁区，谁也不许进。二主彻底傻了，庙试近好几天，大病一场后变得无比虔诚，整天去老槐树下打扫卫生。逢年过节，他拎着贡品往树下一跪，以前是念的是多挣钱，现在是求树仙保平安。村里人渐渐传开些新说法。雾大的时候，有人在山火遗迹的林子里看见个瘸腿的影子慢慢走，谁家孩子磕破了皮，偷偷抠点老槐树下的泥土抹上，第2天准好。树仙再也没以人的样子出现过，可山里到处都是他的影子。老槐树的枝叶被风吹得摇晃，总像是有人在招手。山泉水清得能照见人，水里偶尔会浮起半张模糊的脸，就连地里的庄稼都比往年长得旺实。有人说树仙是化成了山林，守着大火。后来村子还是保留了小规模旅游，只卖山货，做农家饭。但意想不到的是，随着直播反倒火了起来，来的人更多了。不过游客需遵守3不原则：不靠近老槐树，不进生态禁区，不直呼树仙名讳。村里老人也会把树仙的故事讲给孩子听，讲给游客听。再后来，村子被评为首批生态村，改名叫做树仙村。而我就是新一任树仙村的村官。每次走过老槐树，看着树下那从根连着根的小树，总会有一道风从中间穿过去，沙沙响。全文完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